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李成，别来无恙啊，还骑共享单车，看来这些年混得不怎么样嘛。张媛挽着丈夫的手臂，眼神中带着明显的嘲讽。我只是笑了笑，没有解释什么。就在这场同学聚会即将结束时，一辆黑色轿车悄然停在餐厅门口。王林快步走来，神情恭敬：“李处，王局等您多时了。”张媛和其他同学瞬间愣住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手机屏幕亮起，微信提示音响起。高中10周年同学聚会，诚邀各位老同学参加，时间定于本周六晚6点，地点凯悦酒店海天厅，请各位务必准时出席。班长王明在群里发出邀请，我盯着手机屏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10年了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高中时光仿佛就在昨日。教室里的朗朗读书声，操场上的奔跑身影，还有那个青涩的初恋张媛，我的初恋女友。想起她，我的心微微一动。她聪明灵俗，家境优渥，是班里公认的校花，而我是来自农村的优等生，凭借优异的成绩才有机会和她相识。李成，我喜欢你的认真和执着。10年前，他站在校园的樱花树下对我说的这句话，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们的恋情维持了整个高3，直到大学各奔东西，才渐渐淡去。10年未见，不知他现在如何了。手机再次震动，是王明的私信：“老李，这次聚会你可一定要来啊，大家都很想见你。”我回复：“尽量吧。看工作安排，别找借口了。10年一聚，再忙也得来。”王明不依不饶，聚会地点定在市中心最豪华的凯悦酒店。我看着微信群里同学们的回复，有人已经开上了豪车，有人创业成功，有人在外企担任高管。我开新买的奔驰去，顺便接几个住得近的同学。赵刚在群里炫耀，我公司刚签下一个大单，正好可以庆祝一下。张伟附和道。而我呢，表面上看，这些年混得确实一般，要不要去呢？犹豫了很久，我还是在群里回复了一个收到，会准时到。指尖在手机屏幕上轻轻划过，我打开了朋友圈，张媛的照片映入眼帘。他挽着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，站在某个高档场所前，照片配文：与爱人参加年度金融峰会，认识了很多业界精英，看起来她嫁得很好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关掉了手机屏幕。10年了，昔日的初恋早已成为回忆。我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成就，也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，去赴这个聚会，或许会有些尴尬，但终究是10年一聚，总该见见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同窗。手机再次亮起，是母亲的电话：“小程，听说你们要同学聚会了。”母亲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。周六晚上，我简短的回答：“去吧，见见老同学挺好的。”只是母亲欲言又止。只是什么？我问道。没什么，就是想说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妈妈永远为你骄傲。挂断电话，我的心情略有好转。母亲始终是我最坚强的后盾。明天就是聚会的日子了，希望一切顺利吧。聚会这天，天气出奇的好，阳光明媚，微风不燥，是个适合外出的好日子。我早早起床，打开衣柜挑选着衣服，并没有多少名牌，只有几件平价店买的衬衫和西裤。这件如何？我拿起一件浅蓝色的衬衫，自言自语。镜子中的自己眉目清秀，
只是眼角已经有了些许岁月的痕迹。最终选了一件深蓝色衬衫和黑色西裤，简单大方，不会太过寒酸。洗漱完毕，我拿起车钥匙准备出门，忽然想起来，我那辆10年的老本田昨天送去维修了，今天取不回来，该死，忘记了这事。我懊恼地拍了拍脑袋，这可怎么办？打车去酒店，计算了一下距离，打车至少要50-60元。我看了看银行卡余额，不是负担不起，只是觉得有些浪费。窗外一排共享单车整齐地停在小区门口，绿色的车身在阳光下格外显眼。骑共享单车去高档酒店参加同学聚会，想到这个画面，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。李成啊，李成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我摇摇头，但转念一想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环保、健康、节约，这不正是我一直信奉的生活方式吗？就这么决定了。我拿出手机，准备扫码，手机屏幕突然亮起，是王明的电话。老李，出门了吗？要不要我来接你？电话那头，王明热情地问道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过去就行。我婉拒了他的好意，别逞能啊！大家都知道你那辆破车送修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有些惊讶。你修车的地方是我表哥开的，他刚才还跟我提起你呢。王明笑着说，真是无处可藏啊。我苦笑一声，不过真的不用来接，我有办法过去。好吧，那你快点，别迟到。王明叮嘱道。挂断电话，我再次看向那排共享单车，决定了，就骑共享单车去。手机扫码，单车解锁，我跨上车座开始踏板。市区的街道并不拥堵，初夏的风迎面吹来，还带着些许花香。骑行在城市的街道上，我的思绪不断飘远。10年前的我，是班里的尖子生，是老师眼中的骄傲，而现在的我，在别人眼中或许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务员。张元应该会很惊讶吧，看到曾经的学霸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不过，我早已不在乎这些外在的评价，生活本该如此，平淡而真实。路过一家花店，我停下车，想买束花去聚会。先生，需要什么花？年轻的店员亲切地问道。有什么推荐吗？是去参加同学聚会。我说，那就玫瑰吧，正好有特价。店员指向一束鲜艳的红玫瑰，看了看价格，普通的玫瑰花束要200多元，有没有单支的卖？我问道。店员有些诧异，单支的话，康乃馨怎么样？最终只买了一支康乃馨，聊表心意。先生，骑共享单车去参加聚会啊？店员看到我的座驾，好奇地问道。是啊，环保又健康。我笑着回答。现在像您这样的人不多了。店员由衷的赞叹。重新骑上单车，我继续向聚会地点前进，内心虽然平静，但还是有那么一丝忐忑。10年后的重逢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凯悦酒店门前停满了各式豪车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，甚至还有一辆保时捷。我将共享单车停在指定区域，整理了一下衣领和头发。门口的保安看了我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，大概是不常见有人骑共享单车来这种高档场所吧。深吸一口气，向酒店大门走去。酒店大堂金碧辉煌，水晶吊灯闪烁着奢华的光芒。前台小姐看到我手里的康乃馨，礼貌地询问：先生，请问您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吗？我点点头，是的，高中10周年聚会，请往右手边走，海天厅就是。前台小姐微笑着指引方向，走廊尽头传来阵阵欢笑声。推开包厢的门，
10几个昔日同窗已经到齐，正热闹地聊着天。李成来了，班长王明第一个注意到我，热情的招呼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这不是我们的学霸吗？10年不见，风采依旧啊！曾经的体育委员赵刚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李成，听说你在政府部门工作，什么职位啊？另一位同学问道。我笑着点点头，是啊，小公务员一个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朝9晚5，安安稳稳。公务员也不错啊，铁饭碗，福利好，就是工资低了点。那同学评价道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的一对夫妻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张元比10年前更加光彩照人，她的妆容精致，身上的连衣裙看上去价格不菲，手腕上的钻石手链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她身边的男人西装革履，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手表闪耀着低调的奢华。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，他先是一愣，随即展露出一个公式化的微笑。李成，好久不见。张元挽着丈夫的手臂走到我面前，近距离看他，我发现他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纹，但妆容精致，看上去依然年轻漂亮。这是我丈夫赵泽，某投资公司的合伙人，他介绍道，语气中带着炫耀。你好，久仰。赵泽伸出手，握手时的力度刚好，一看就是商场上的精英人物。久仰大名，听说你是我们市著名的投资人。我礼貌地回应，过奖了，小打小闹而已。赵泽谦虚地说，但眼神中的自傲一览无遗。听说你是骑共享单车来的？张元突然问道，眼神中带着明显的讥讽。周围的同学都安静下来，目光集中在我身上。有人窃窃私语，真的假的？骑共享单车来凯悦？是啊，环保又健康。我微笑着回答，并不在意他话中的嘲讽。我还以为是谁骑的共享单车停在门口呢，原来是你啊。赵刚也加入了话题，语气中带着些许揶揄。看来当年的学霸现在混得不怎么样啊，张元轻声说道，但足以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听清楚，有车一族也要偶尔体验下骑行的乐趣嘛。我笑着回应，避开了直接的交锋。听说你那辆老本田还在开，真是够环保的。张元继续说道，眼神中满是居高临下。我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反驳。来，都坐下吧，咱们边吃边聊。班长王明适时插话，化解了尴尬的气氛。李成，坐这边。王明拍了拍他旁边的座位，我点点头，走过去坐下。别理张元，他现在就是这样，有钱了看不起人。王明小声对我说，没关系，我不在意这些。我回答道，气氛有些尴尬。但很快在美酒佳肴的助力下又活跃起来，同学们开始交流近况，谈论工作、家庭和生活。我选择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默默观察着昔日的同窗们。10年时光，改变的不只是容颜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聚会的气氛逐渐热烈起来。来，大家都说说这10年来的经历吧。班长王明提议道，举起酒杯示意大家安静。率先发言的是当年的班干部刘涛，他站起身，整了整领带。我现在在某某银行做部门经理，管理着20多个员工。去年买了套200平的大房子，前年换了辆奔驰。同学们纷纷鼓掌，有人吹起了口哨。刘涛混得不错啊，果然是我们班的精英。有人赞叹道。刘涛得意地笑了笑，目光扫过我，带着些许优越感。紧接着是创业成功的张伟，
我的公司去年营业额突破1个亿，现在正准备上市呢。他举起酒杯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来我公司看看，说不定能合作。张总，厉害啊！同学们纷纷举杯祝贺，一个接一个。同学们纷纷展示着自己的成就和财富，有在外企做高管的，有开连锁店的，有做进出口贸易的。老王，你呢？现在做什么工作？有人问班长王明。我啊，在一家教育机构当副校长，收入还行，就是比不上你们这些商场精英。王明谦虚地说。轮到张元时，他优雅地放下酒杯，挺直了腰背。我在老公的公司做行政总监，主要负责公关这块。他的目光扫向我，语气中满是优越感。平时出差都是坐商务舱，上个月刚去马尔代夫度完假。对了，我还入手了 LV 最新款的包包，限量版的，全球只有500个。他故意晃了晃手腕上的钻石手链，在场的女同学纷纷惊叹：圆圆真是嫁得好啊，赵总真会疼人。有女同学羡慕地说，在场的同学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李成，说说你吧，当年的学霸现在在哪个部门高就啊？张元突然将话题引向我，眼神中带着挑衅，所有人的目光再次集中过来。我轻轻放下筷子，在市政府下属的一个部门工作，就是普通公务员，朝9晚5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具体是哪个部门啊？张元继续追问。一个小部门，你们可能不太熟悉。我避开了直接回答。工资1个月多少啊？张元继续追问，不依不饶。圆圆，这么问不太好吧？王明有些不满地说。有什么不好的？同学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张元满不在乎地摆摆手。李成，说说看，现在1个月多少钱？按级别来，不算高，够花就行。我简单回应，5、6千，还是7、8千？张元咄咄逼人。不好意思，工资是保密的。我尽量平静地回答。呵，保密？怕我们笑话你吧？张元轻蔑地说。看来当年的第1名混得不怎么样啊。周围传来几声轻笑和窃窃私语。赵泽也插话道，公务员虽然稳定，但确实赚不了大钱，要不要考虑换个工作？我公司正在招人，有兴趣可以聊聊。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居高临下的怜悯。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吧。我平静地回答，并不为他们的话所动。现在有女朋友了吗？又一位同学好奇地问道，试图缓和气氛。我摇摇头，还没有，工作比较忙。李成啊，像你这样的条件，找对象可得抓紧了，再晚就真成大龄剩男了。班长王明半开玩笑地说。是啊，都30岁的人了，该成家了。另一位已婚同学附和道，我家有个表妹在医院工作，人长得不错，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？赵刚提议道。谢谢好意，等我有时间再说吧。我只是笑笑，没有多言。张元突然说道，李成可能对象不好找啊，毕竟条件有限，现在的女孩子眼光高着呢，房子车子都得有。圆圆，你这话就有点过分了。王明忍不住说道。我说实话，有什么过分的？张元满不在乎。李成，别怪我说话直，你这样的条件，找对象确实有难度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分，勉强不来。哟，还挺看得开。张元轻笑一声。席间，我真诚地祝贺每一位取得成就的同学，端茶倒水，递烟敬酒，这些小事我都主动承担。李成还是老样子，这么好说话。有人感叹道。偶尔在谈及一些社会热点或专业问题时，我会发表一些见解，
但大多数时候，这些观点都被轻易地忽略了。在物质成就的光环下，知识和见解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。我并不在意，只是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切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我感到越来越疏离。这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同窗，如今似乎已成为另一个世界的人。宴席进行到一半，酒过三巡，大家的话匣子都打开了。李成，还记得高三那会儿吗？你和张元可是班里的模范情侣啊！体育委员赵刚突然提起往事，眼中带着醉意。我看了一眼张元，他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。赵刚，喝多了就胡说八道。张元有些恼怒地说：“我胡说八道，全班都知道啊。”赵刚不服气地说：“那会儿你俩经常一起上学，一起放学，还一起在图书馆学习，谁不知道啊？都是过去的事了，青春懵懂嘛。”我轻描淡写地说，试图化解尴尬。对呀，那时候年轻不懂事。张元接过话茬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根本不算什么真感情，就是年少无知罢了。她的丈夫赵泽似乎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。哦，你们以前交往过？你从来没跟我提起过，就是高中时的小情侣，很幼稚的那种。张元解释道，语气中带着轻视。哪像你，成熟稳重又有魅力。赵泽显然对这个回答很满意，搂住了张元的肩膀。李成，你们那会儿到哪一步了？赵刚一脸八卦地问道。赵刚，王明厉声喝止，别太过分了。我并不辩解，只是微笑着听他说完。年轻时的回忆都很珍贵，无论最终结局如何，我平静地回应。张元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。李成，你怎么还是这么正经啊？有同学打趣道。是啊，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个三好学生。另一位同学笑道。话题很快转向了其他方向，有人开始讨论房价和投资。现在的房价太疯狂了，我去年买的那套已经升值300万了。某位同学得意地说。这算什么？我投资的那块商铺2年翻了1倍。另一位炫耀道。股市也不错，我去年入手的几只科技股，回报率超过40%。第三位附和道。我安静地听着，偶尔点头表示理解，但并不参与这些炫耀性的对话。李成，你有投资房产或股票吗？有人转向我问道。我摇摇头，暂时没有，手头资金有限，连套房子都没有。那人惊讶地问。有一套小公寓，是单位分的。我简单回答。这年头不投资怎么行啊？光靠工资怎么能富起来？那人一脸惋惜。我只是笑笑，每个人的理财方式不同吧。张元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怜悯。李成，你这样可不行啊，总要为将来打算。像我老公，早几年就开始做投资，现在身家已经过亿了。谢谢关心，我有自己的规划。我依然保持微笑。什么规划？等退休领养老金吗？张元讥讽道。看到我这样的态度，有人开始低声议论。当年的学霸，现在怎么这么没出息？可能书呆子就是这样，学习好不代表能赚钱，真可惜。那么好的起点，现在却……这些话语虽然小声，但我都听在耳中。我并不在意，继续保持谦和的微笑。当服务员上来询问是否需要加菜时，我主动接过菜单，征询大家的意见。再来2个热菜吧，这个清蒸鱼不错。再来个宫保鸡丁怎么样？李成啊，还是这么热心肠。班长王明感叹道。我笑了笑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席间，当讨论到某个政策问题时，我发表了一些专业性的见解。
其实这个政策的核心在于平衡发展与保障，关键看执行层面的细则。我刚说到一半，就被张元的丈夫赵泽打断。这些都是表面现象，真正的关键是资本运作，谁掌握了资本，谁就掌握了话语权。他一脸自信地说：“赵总说的对，现在就是看谁有钱。”有人附和道，众人纷纷点头赞同。我的观点被直接忽略。李成，你们这些公务员就是太死板，只知道按规章办事，不懂灵活变通。赵泽居高临下地说：“我并不争辩，只是微微一笑，继续安静地听他们讨论。对了，李成，听说你们单位待遇不错，有什么内部名额吗？”突然有同学问道：“什么名额？”我有些不解：“就是职位啊，有没有内推的机会？”那同学解释道。我摇摇头，按正规程序来，公平竞争，还是这么死板。那同学有些失望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我的存在感越来越低，但我并不在意，依然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同学。晚上9点半，聚会已接近尾声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散了吧？班长王明看了看手表，同学们纷纷起身，准备离开。李成，一起走吧，我送你一程。王明好心地说。我摇摇头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还骑共享单车啊？张元突然插话，语气中满是讽刺。这么晚了，别出什么事。是啊，挺方便的。我平静地回答。李成，别逞强了，坐我的车吧。王明再次提议。真的不用，我习惯了。我婉拒道。看来当年的学霸现在真的混得不怎么样。张元不屑地说，声音足够让在场所有人听见。她挽着丈夫的手臂，一脸优越感。赵泽，我们走吧，明天还要参加那个慈善晚宴呢。对了，李成，他回过头来，有空可以来我们公司应聘，虽然工资比不上其他人，但肯定比你现在强。周围的同学有些尴尬，但也有人轻笑出声。我并不辩解，只是整理了一下衣领，准备离开。各位同学，后会有期。我微笑着说道。就在我们走出包厢，来到酒店门口的那一刻，酒店门口缓缓驶来一辆黑色轿车，不是普通的黑色轿车，而是带有特殊牌照的官方用车。那是政府的车。有同学惊讶地说。车子稳稳地停在酒店门前的红毯上，一位穿着正式、面容严肃的中年男子从车上下来。他环顾四周，目光落在我们这群人身上。同学们都好奇地看着这一幕。那中年男子快步走来，在我面前站定。李处，王局等您多时了，他恭敬地说道，声音清晰地传到每一位同学耳中。一瞬间，餐厅门口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充满震惊和疑惑。张元张大了嘴，显然认出了来人。这不是市政府办公厅的王林秘书吗？她低声对丈夫说，声音中带着不可思议。赵泽的表情也变了，从轻蔑变成了惊讶，然后是一丝不安。我面不改色，淡定地点点头。好的，这就来。转身对同学们说，不好意思，有公事，我先走一步。李成，你……班长王明一脸震惊，说不出话来。其他同学面面相觑，显然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转折。张元急忙上前，李成，原来你在政府这么有地位啊，早知道。他的语气突然变得讨好，与先前的嘲讽判若两人。我只是微微一笑，聚会很愉快，后会有期。说完，我跟随王林走向那辆黑色轿车。王林恭敬地为我打开车门。李处，首长让我来接您。
说是有紧急文件需要您过目，会议已经开始了，就等您了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多言，平静地坐进车里。车门关上的一刻，我透过车窗看到同学们目瞪口呆的表情，特别是张元，脸上的表情格外复杂，有惊讶，有懊悔，还有一丝不知所措。赵泽的脸色则变得有些苍白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其他同学也议论纷纷，显然对我的真实身份充满好奇。黑色轿车缓缓驶离酒店，留下一群震惊的同学站在原地。我看到后视镜中，张元似乎想追上来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站在那里，目送车子远去。车内空调的温度刚刚好。李处，今晚辛苦了。王林递给我一份文件袋，例行调查而已，没什么辛苦的。我接过文件袋，随手翻看，那位就是赵泽。王林小声问道。我点点头，正是此人。看样子他没认出您来。王林松了口气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效果。我平静地说。市委王局说，这次的案子有了重大突破。王林汇报道。我点点头，今天的聚会收获不小。李处对那个赵泽有怀疑。王林敏锐地问道。他的投资公司有很多疑点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我合上文件，他今晚无意中透露了几个关键信息。什么信息？王林好奇地问。他提到了一个境外账户，还有一个所谓的特别项目。我回忆道，这与我们掌握的线索吻合。那我们要不要？王林做了个手势，不急，再观察观察，证据不够充分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我叮嘱道。还有其他可疑人物吗？王林继续问。我沉思片刻，再排查一下刘涛，他在银行的职位可能涉及到某些违规操作。他今晚说漏了嘴，提到一些不该知道的内部信息。王林立刻记录下来。明白，我马上安排。记住，一切按程序来，证据确凿才能行动。我叮嘱道。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夜色中，窗外的霓虹闪烁。李处，您为什么选择骑共享单车去参加同学聚会？王林突然问道。我笑了笑，低调是最好的伪装，但这样会被人看不起。王林有些不解，正是因为被人看不起，才能让他们放松警惕。我解释道。人在得意时最容易暴露自己的秘密。李处真是深谋远虑。王林赞叹道。只可惜那位张元同学今晚对您出言不逊。王林有些愤愤不平。无妨，他不过是被表象迷惑了。我淡然道。他好像是您的高中同学。王林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曾经是同班同学。我平静地回答。不只是同班同学吧？听说。王林欲言又止。我看了他一眼。过去的事情了，不必再提。抱歉，李处。王林立刻道歉。他好像认出我来了。王林又说道，语气中带着些许担忧。没关系，他知道的只是表面身份。我不以为意。您就不担心身份暴露？王林依然不解。我笑了笑，即使知道我在市政府工作，也不会联想到纪委特别调查组，他们只会认为我是个普通处级干部。而且这样也好，可以让赵泽放松警惕。我补充道。李处说得对。王林点点头，眼中满是敬佩。对了，王局说明天上午10点开会，讨论后续行动计划。王林提醒道。好的，我会准时到。我回答。车子拐入一条僻静的小路。李处，送您回家吗？王林问道。我思考片刻。不，先去办公室，我要把今天的发现整理一下。您太辛苦了，都这么晚了还工作。
王林感叹道。我看了看手表，反腐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。车内再次陷入沉默，只有发动机平稳的轰鸣声。李处，说起来，那位张元对您……王林小心翼翼地开口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打断了他的话。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案件。王林识趣地点头，不再多言。车子最终停在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前，这里是市纪委反腐特别调查组的秘密办公地点。下车前，我望着夜空，思绪万千。10年前的青涩少年，如今已是肩负重任的调查组副组长，而那些曾经的同窗，或许永远不会理解我选择的路。办公室灯光明亮，墙上的时钟显示已经是晚上10点20分。王局正在等我，桌上摊开几份文件。李成，调查进展如何？王局直接问道，神情严肃。有几个重要线索需要进一步核实。我坐下来，详细汇报今晚的发现。赵泽的投资公司确实有问题，我们已经监控他半年了。王局点头。最近有什么新发现吗？今晚我注意到他手表是限量版百达翡丽，市价至少200万。我补充道，根据他的收入申报，年薪不过70万，不可能支付得起。王局若有所思，而且他今晚还透露，最近刚给妻子买了 LV 限量版包包，又去了马尔代夫度假。我继续汇报，这些开销远超他的正常收入，非常可疑。王局点头。我继续汇报，另外，他提到公司最近有几笔大额投资，资金来源值得调查，尤其是他提到的那个特别项目，应该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查的那个洗钱通道。好，我会安排专人负责。王局在笔记本上写下要点。这次同学聚会倒是个意外收获。确实如此，我点头。谈话结束后，王局突然话锋一转，李成啊，你这次以普通公务员的身份参加同学聚会，有没有感到不舒服？我笑了笑，没什么不舒服的，反倒是一种解脱。解脱？王局有些不解，眉头微皱。不用伪装，不用应酬，就做最真实的自己。我解释道，在他们眼中，我只是个普通公务员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王局拍拍我的肩膀，你小子思想境界倒是挺高的，不愧是我一眼相中的人才。其实骑共享单车也是我的一贯作风。我坦言，我知道你一直提倡环保低碳生活。王局笑着说，局里谁不知道李处长的环保主义？他端起茶杯，若有所思。我们这一行，低调是最好的保护。是啊，表面上的风光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。我赞同道，赵泽那样的人，外表光鲜，内里腐朽。王局摇摇头，他们以为有钱就有了一切，殊不知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们会让他知道代价的。我坚定地说。王局看着我，李成，你是我带过的最优秀的调查员之一。3年来，你经手的案件没有一个失手的，过奖了，只是尽职尽责罢了。我谦虚地说。说起来，当年你放弃了去大企业的高薪机会，选择进入纪委，为什么？王局突然问道。我沉默片刻，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吧。你父亲？王局有些好奇。他曾是一名村支书，一辈子清正廉洁，深受村民爱戴。我回忆道，小时候他常教导我做人要光明磊落，不要被金钱迷惑。好样的！王局赞叹道，难怪你对物质追求看得很淡。不过今晚那位张元同学对你的态度……王局欲言又止。我笑了笑，
人各有志，我只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路。他的选择我不评价，但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。明天的行动计划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回去好好休息吧。王菊看了看时间，都这么晚了，别太劳累。我点点头，起身告辞，走出办公室。夜色已深，王林已经在门口等候。李处，送您回家。我摆摆手，不用了，我就住附近，走回去就行。这怎么行？太晚了。王林坚持道。我拗不过他，只好上了车。车子行驶在夜色中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今晚的同学聚会。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，如今各自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。张媛嫁给了富商，过着她向往的奢华生活，只是她不知道，她引以为傲的丈夫即将面临法律的审判，而我选择了一条默默无闻但意义非凡的道路。表面上看，我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公务员，实际上，我是市纪委反腐特别调查组的副组长，负责调查一系列重大腐败案件。这个身份鲜有人知，即使是最亲近的人，也只知道我在政府部门工作，却不知具体职责。低调行事是工作需要，也是我的生活态度。同学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，班级群里炸开了锅。李成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怎么会有市政府秘书来接他？我听说他可能是某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，难怪他一直那么低调，原来是深藏不露啊！看张媛那表情，笑死我了。群里的消息不断滚动，大家都在猜测我的真实身份。王明私下给我发了消息：李成，你小子可以啊，藏得这么深，到底是什么职位？我回复：普通公务员而已，别想太多，得了吧。普通公务员能让王林亲自来接，他可是市长身边的红人啊。王明不依不饶，我只回复了一个笑脸表情，没有多说。张媛也私下给我发了消息：李成，没想到你现在这么厉害，方便聊聊吗？随后又发来：我为昨晚的言论道歉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大家老同学一场，我只是开玩笑而已。我看了一眼消息，没有回复。办公室里，我正忙着审阅一份调查报告。李处，赵泽的资金流向我们已经摸清了。调查员汇报道，他通过离岸公司转移了大量资金，金额高达3亿元。证据确凿吗？我问道。完全确凿，我们掌握了所有转账记录和相关证据。调查员自信地回答。很好，继续跟进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我叮嘱道。再等等，等他们下一步行动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全身心投入工作，对外界的纷扰充耳不闻。张媛又发来几条消息，从客气寒暄到明显的示好。李成，我丈夫认识很多企业家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介绍你认识。最近有个高尔夫聚会，很多政商界人士都会参加，要不要一起？对你的仕途应该有帮助。李成，给个回复好吗？我真的很想和你好好聊聊。我依然没有回复，只是将这些信息作为调查线索记录下来。1周后，张媛的丈夫赵泽突然联系我：李兄，久仰大名，想请你吃个饭聊聊。消息开门见山，听说你在政府部门工作，我和政府这边有很多合作，也许我们能有共同话题。他继续发道。我礼貌回复：最近工作忙，改日再约。别客气，随时欢迎。我这边有个项目正在和政府对接，也许你能给点建议。赵泽似乎很热情。公事公办，按程序来。我简短回复：当然当然，我绝对尊重规则。赵泽回道：只是私下吃个饭，
聊聊天而已。背后，我们对赵泽的调查已经进入关键阶段，他的投资公司涉嫌洗钱和行贿，证据正在一步步收集中。同学群里，关于我的猜测越来越离谱，有人说我是市长秘书，有人说我是某部门领导的亲戚，甚至有人传言我是中央派来的特派员。班长王明私下问我：李成，大家都很好奇你的工作，能透露一下吗？我只是笑着回复，就是普通公务员，没什么特别的。那天晚上来接你的可是王林啊，他可不是一般人物。王明不依不饶，公事而已，别想太多。我继续保持神秘。王明似乎明白了什么。行，我懂，保密工作嘛，你放心，我不多问。2周后，调查工作取得重大突破。李处，我们掌握了赵泽行贿的确凿证据。调查组成员兴奋地汇报：行动时间确定了吗？我问道。就等您的命令，他回答。我思考片刻，明天凌晨行动，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。次日凌晨，行动小组出发了。赵泽被带走调查，他的公司也被查封。几乎同时，与他有勾结的银行高管刘涛也被带走。一则新闻震惊全市：某投资公司涉嫌洗钱案告破，涉案金额高达3亿元，多名商界人士被带走调查。新闻中提到了赵泽的名字，但没有任何关于调查人员的信息。张元慌张地给我发消息：李成，我丈夫被带走了，你能帮忙吗？他是无辜的，一定是有人陷害他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没有立即回复。案件是我们调查组经过半年努力才取得的成果。赵泽的犯罪证据确凿，无论是谁也帮不了他。李成，求你了，看在我们曾经的关系上，帮忙。张元继续发道：我知道你在政府有地位，能说上话，我们家全部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。他几乎是在哀求。最终，我回复了一条简短的信息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相信司法公正。李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可是老同学啊！张元似乎很生气。正因为是老同学，我才更希望你丈夫能够坦白交代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我回复道：你。张元再也没有回复。同学群里再次炸开锅，有人猜测我可能是纪委的人。赵泽和刘涛都在了，这不会和李成有关系吧？你们还记得聚会那天晚上接李成的车吗？会不会是？不会吧？李成真是纪委的人，但没有人能确定。我也从未承认。工作中，我依然保持着低调的作风，每天骑共享单车上下班，穿着普通，生活简朴。办公室里，王局表扬了我们的工作成果。这次案件查得好，为市里挽回了巨额损失。赵泽已经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，我只是点点头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对了，赵泽交代，他为了打探消息，曾试图接近你。王局说道。是的，他联系过我，约我吃饭。我回答，幸好你没去，否则可能打草惊蛇。王局感叹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，时刻警惕，不能有丝毫松懈。我说道。1个月后，案件正式移交检察院，赵泽因涉嫌洗钱、行贿等多项罪名被批捕，刘涛也因为协助洗钱被依法处理。张元销声匿迹，据说回了老家。同学群里的讨论渐渐平息，大家各自忙着自己的生活。但从那以后，我在同学们眼中的形象彻底改变了。曾经那个被嘲笑的骑共享单车的公务员，如今成了神秘而令人敬畏的存在。有同学私下打听我的工作，
我依然只是笑而不答，保持低调，是我的工作性质决定的，也是我的生活态度。一天下班后，我依然骑着共享单车回家。经过一家咖啡馆时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张元，独自一人坐在角落，神情憔悴。他也看到了我，目光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我没有停下，继续骑行。有些缘分一旦结束，就不必再续。新的案件等着我去调查，新的使命等着我去完成。这就是我选择的路，一条默默无闻但充满意义的道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